您是否还记得，就在几年前，几乎家家户户的屋顶上都立着那么一台太阳能热水器，从远处望过去，楼顶上整整齐齐排列着银色的圆筒，配上一排排玻璃管，那场景就像是城市的一道独特风景。正是这些热水器，让无数家庭告别了提着水桶去公共澡堂的日子。在家里随时拧开水龙头就有热水，那种幸福感，经历过的人都懂。然而，不知您是否注意到，如今这些曾经无处不在的太阳能热水器，仿佛一夜之间就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了。到底是谁杀死了它？难道是国家明令禁止了吗？真相或许会颠覆您的认知。实际上，太阳能热水器本身并没有错，但它在真实的使用场景中暴露出了太多让人无法忍受的短板。说起来，太阳能热水器的原理并不复杂，它主要分为两类：真空管型和平板型。您家里见过的那种玻璃管排列的款式就是真空管型。这类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份额曾高达 95%， 几乎一统天下。而平板型呢，因为成本太高，在普通家庭里很少能看到。从数据上看，太阳能热水器在鼎盛时期，全国保有量一度超过4亿平方米。政府也确实给了大力支持，补贴政策让它的价格变得非常亲民。当时人们普遍认为，买一台太阳能热水器就是一劳永逸的投入，毕竟在此之前，想洗个热水澡，要么得烧柴，要么得花电费，而太阳能这东西，阳光是免费的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听起来简直是完美的解决方案。在那个年代，家里装上一台太阳能热水器，确实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。但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当人们真正用起来之后，才发现，这台设备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省心。首先，也是最大的硬伤，它完全看老天爷的脸色。太阳能热水器的运作离不开充足的阳光，只有在晴朗无云的日子里，它才能高效工作。可一旦遇到阴雨天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以2013年至2015年的上海为例，平均每年大约有 67% 的时间是阴雨天。换句话说，一年中超过2/3的日子，这台号称环保节能的热水器都处于半罢工状态。到了冬天就更不用提了，即使偶尔出太阳，那点微弱的阳光也无法将水温加热到适合淋浴的温度。因此，您不得不打开电加热或者燃气辅助功能，这就彻底违背了当初零电费的初衷。统计显示，在这种天气影响下，太阳能热水器真正能依靠太阳能本身提供热量的比例，竟然只有10%几，剩下的80%以上还得靠电或燃气来补足。这不就等于买了个昂贵的储水罐吗？其次，设备本身的寿命远远达不到宣传标准，绝大多数销售人员在推销时都会信誓旦旦地保证产品使用寿命长达15年。但实际使用情况呢？太阳能热水器常年安装在屋顶，持续遭受日晒雨淋、外壳锈蚀、密封圈老化、真空管效率下降，这些问题几乎无可避免。在恶劣的天气侵蚀下，很多热水器连10年都撑不过去。销售人员口中的15年，那是建立在精心呵护的前提之下的。比如下雨天要给设备盖上防雨布，夏天烈日下要给它搭建遮阳棚。可是我们买它就是为了省心，谁有闲工夫把它当成工艺品一样伺候？当设备出现故障时，维修费用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请专业师傅爬上屋顶更换真空管、清理内胆，一来二去，花的钱都快赶上买一台新热水器了。第三，水垢问题让人防不胜防，这是很多用户亲身经历过的噩梦。太阳能热水器的保温水箱在使用一段时间后，内胆中会逐渐积累大量的水垢。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？淋浴时，花洒里突然冲出一些黄色的硬块，不仅堵塞出水口，还经常擦伤皮肤。这些黄色硬块就是水垢，长期淋浴在这样的水质下，容易引发各种皮肤问题，比如瘙痒、过敏、
甚至皮炎。水垢的成因很简单，水中溶解的碳酸氢钙和碳酸氢镁在持续加热时会发生分解，生成不溶于水的碳酸钙和氢氧化镁沉淀。这些沉淀物越积越多，不仅影响热水器的加热效率，还会腐蚀内胆，导致保温性能下降，甚至引发漏水。家里的热水器没用多久就坏了，多半就是水垢在其中作祟。如果请专业人来清理，又好几百块钱进去了，长期算下来，后期维护和维修的成本真的不低。第四，安装过程本身就是一场邻里博弈。为了获取最佳采光效果，太阳能热水器通常被安装在屋顶，但这涉及到与居住在顶层的住户进行沟通协调，因为屋顶的承载能力有限，热水器的重量加上支架，存在安全风险。同时，打孔安装容易引起漏水问题，很多小区的顶楼住户对此很不乐意。如果协调不顺利，邻里关系就会变得非常紧张。还有一点，虽然从科学角度讲，太阳能热水器本身没有辐射，但它的真空管内含有一些涂层材料。有人对此表示担忧，尽管这是不必要的恐慌，但心理层面的隔阂确实存在。回到历史长河中，我们会发现每一代热水器都有其自身的局限。我国第一台家用热水器可以追溯到1972年，是周总理从日本引进的燃气式转筒热水器。这种热水器虽然让国人告别了烧柴的日子，但它的缺陷太多了，比如洗澡前必须提前设置好水温，洗澡过程中无法调节温度，一不小心就会烫伤。更可怕的是，它还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。那个年代，因热水器导致的中毒事件频繁发生。直到1988年，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台电热水器问世。电热水器确实方便，一边通电一边出水，再也不用等很久了。但很快，人们就发现它的体积庞大，占用了不少浴室空间，而且它的水垢问题比太阳能更严重，内胆很容易被腐蚀，导致寿命缩短。同时，电热水器的耗电量巨大，很多家庭一个月电费就靠它撑起来。那么，太阳能热水器就真的没有改进空间了吗？事实并非如此。如果想让这种环保设备重新赢得市场，关键就在于解决几个核心痛点。首先，真空管的材料问题必须突破。现在的玻璃管虽然能吸收热量，但抗侵蚀能力太差。研发一种既能高效吸热又不怕风吹日晒的新材料是当务之急。其次，水流控制系统需要优化，很多用户抱怨水温忽冷忽热，这是因为太阳能热水器的出水温度受天气波动太大。如果能安装一个稳定控温的混水阀，配合智能温度传感器，就能大大提升体验。关键还在于这些改进不能大幅增加成本，否则就失去了推广的基础。客观来看，太阳能热水器本身并不是一个失败的产品，它的设计理念是环保的，也是符合可持续发展方向的。只不过在实际应用中，它暴露出了太多被忽略的细节。它的没落不是技术方向的错误，而是产品成熟度不够的必然结果。但我们也应该看到，随着材料科学和智能控制技术的进步，新一代的太阳能设备正在悄然回归，只不过它们变得更小、更智能、更耐用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聊到这里。如果觉得这个视角对您有所启发，可以点赞加关注。我们下期视频会带您看看另一个曾经风靡一时，如今却黯然退场的老物件到底经历了什么。感谢您的耐心倾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